这个好，这个来喝，每天这样子喝，而且它后面会甜。这个放了06年嘛，应该放了15年。其实茶是这样子，我们讲个以前呢不流行老班章了，以前呢是流行呢云南的凤庆，不懂你有听过吗？凤庆是早期的，就是几千年前云南最出名的茶是在凤庆。凤庆转就转到这个是吧？贵州好像是贵州然后转又转到银省城，银省城转去义乌，义乌又转又转去这个老班章。只是现在最夯的不是老班章 ，OK？ 现在最夯的2010年过后呢，他们就炒一个山头叫做冰岛。那么今天我们讲老班章呢，是因为老班章的是霸气十足的，所以它霸气是平天下的。那么老班章可以放到，等一下我会介绍一篇茶，之前有介绍过了，因为我刚刚前几天喝到这片老班章呢，收到非常的好，它已经收到它有甜味了收到它有甜味了 ，OK？ 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天我就没有认真去分享，因为我要想，我卖你一栋，不是没有茶喝。而且你们都是初学者不鼓励你去投资茶你要投资可以投资在自己的嘴巴是最好的 ，OK？ 这个老班章是2000年的时候才出名的，2000年。那么这个老班章呢，是1476年才搬进去的。你不要以为老班章是什么老班章不是树名老班章是一个甘榜的名。甘榜的名就是马来西亚一个甘榜的名，是因为它那边的土质、它那边的气候和它那边的茶树变种变到它的茶霸气十足。因为树是这样子嘛，跟榴莲一样的嘛，它会慢慢变是吧？好像我们的猫山王，它的祖先是什么？它祖先是泰国榴莲来的很多人不知道对吧？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猫山王其实它的祖先是泰国榴莲来的 ，OK？ 泰国榴莲。然后种在这个不小心种到这个河边一个地方叫达纳梅拉的，然后后来就经过了几十年的长大，然后有人就不小心吃到它很好吃，就把那个树枝接上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榴莲树上，就变了今天的猫山王，包括黑刺这些全部都要嫁接的。他们祖先都不懂是黑刺的祖先我就不清楚 ，OK？ 不过猫山王的祖先肯定就是这个泰国榴莲 ，OK？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老班章2000年给台湾人炒到飞天遁地了，不过它有它的霸气 ，OK？ 那么老班章为什么叫茶王呢？是因为你喝就好像我刚才讲那第一片，就是你买的你不可以现在喝你要喝可以的 ，OK？ 你要喝可以，因为它霸气很足你喝了整个口都是霸气的 ，OK？那么真正的老班章呢？现在如果是2019年一片卖到马币1-2万、2-3万。今天介绍一片06年的老班章。那么06年的老班章是最多假茶，对吗 ？OK， 我再三的验证这片不是假茶 ，OK， 这边是真茶 ，OK， 06年的。那么我这老班章的收藏的，不要讲那个几千块一片的啦，那个我也不卖，我卖你也不要嘛，因为我在鼓励人家喝茶，你不可能去卖到那么贵的。而且也不要去相信人讲的古董茶古董茶，在台湾的古董茶，我们人收10年就是它的古董茶了，OK 我还再三的会去做研究，我在买住那个1970年的在台湾收藏的茶，来比较1970年就是大概50年，就大概在马来西亚收15年 ，OK 就好像这片茶。这一片茶是2006年的，收到它是班章，是当年的班章 ，OK。可是呢，它的顺收得很好，它收到很顺，它哪里有它的霸气？不过它喝起来真的是很不错 ，OK 那么适合初学者，我是收茶人，我不是卖茶人，我主要是我讲了，等下我又不卖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卖一点。OK 顺便帮补我们送了这么多出去要帮补一点 expenses OK 那么这个老班章呢它茶气很刚烈，所以你必须要放超过15年，在马来西亚它还真正
体会到它的好喝，明白吗？那么抽烟的人啊，我是戒烟的，其实它不是烟，它是一个戒烟的过程啊，就是有尼古丁，可是没有焦油的。抽烟的人一定要喝茶，喝酒的人一定要喝茶，熬夜的人一定要喝茶，因为它可以帮你排毒，可以帮你降三高啊。和茶本来是一个药来的，只是后来就把它变成了饮料。OK， 那么老班章出名在霸气十足以外啊，醇厚，你放久了啊，就是等一下我会出现的就是这边茶。这边茶在马来西亚已经续有15年。这边茶你在外面买呢啊，它的 range 啊大概是在200到300啊，不过外面很少找到这片，因为这片啊，因为它太久了，所以喝到差不多7、8、8了。OK， 紫砂，这个紫砂它虽然不是极品的紫砂，不过它是可以喝的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比较特别一点。OK， 这紫砂壶呢就是盖杯的紫砂壶。当年我买这个啊，好像要好几百块了。OK， 一 set， 你很少看到盖杯的紫砂壶。OK， 我买的时候好像是200-300块啊。它不是手工啊，它是料 OK 啊，它料 OK， 它是模型壶。模型壶就是讲呢啊，模型就是用。好像它，你看它每个杯都不一样的。它虽然是模型，就是用模慢慢转 ，OK， 不代表它是机器做出来的，它还是要手工的。可是还有一个模具，因为这个你很少看得到了啦。我记得好像是10年前买的，10年前还是9年前的。要买茶一定要茶具嘛，有这个会比较好，就是这个盖杯啊。那么这个是讲泡的嘞，然后我刚才示范给大家 ，OK 啊，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你看啊，我泡茶是这样子泡的，不过盖杯泡茶就有一点功夫，你不要把水灌到这么满啊，因为水灌到这么满会烫到你。你看我现在在倒这一壶茶，盖杯这样子抓，看到没？这样子抓 ，OK， 这样子倒，看到没？就是用3根手指 ，OK， 这个你不要碰到，你碰它的时候啊，你就碰它的边啊。你不是要弄到这边，弄到这边的时候它就开始会烫到手，所以你是这样子盖住倒 ，OK。然后你看这个班章1号的茶汤，它是非常的美的啊，不用看了，现在你们每个人知道怎样看汤色了。这种茶班章啊，看茶汤就好像昨天 Steven 播的，我看他茶汤是 OK 的，可是收到不好，怎么知道他收到不好呢？你一口下去就知道了 ，OK， 啊，这个班章15年，他那个班章的霸气还有在。霸气，所以讲它这个润喉 OK， 生津这两边啊，在生津3个流，就是脸颊有生津，石头下面会流生津的意思是流口水，这样你喝了这壶茶，你还会继续，就好像你吃到那个酸的东西那种感觉，这种叫生津，就是你喝了这壶茶啊 OK， 它那个口水啊，它会涌出来，它生津很好。茶韵有，就是它那个老班章的，当然你不可以拿那种非常好的老班章放了30年来跟这个比啦。OK， 它这个是所谓的台底茶、口粮茶。OK， 就是讲收到老它肯定很值钱啦，你收到50年，它一片最少值得5000块啦，那个是收30-40年啦。不过我们现在收了15年，它已经可以喝了。这个时候喝应该算成最好的 ，OK。如果你给它放到5年，它还会更顺 ，OK。如果是你现在喝的话，你现在喝到班章味了，当然肯定就不是那个600年的树、800年的树啦，台地茶的老班章啊，肯定就不是那个真正的老寨的老班章啊 ，OK。它肯定是新班章啊，那个老班章旁边那个小村庄啊 ，OK 啊，这个 OK， 不过它还有老班章的味道。
这个茶你一定要吃了饭才喝 ，OK 啊，这个茶霸气很够力啊，因为班章的你普通茶收12年，你班章就要收15年。如果你讲普通茶啦，比如冰岛啊，冰岛它霸气不够嘛，就好像那个义乌也是一样嘛，义乌它霸气还是柔嘛，所以你就可以收12年就好了。老班章在马来西亚最少要收15年。如果你要品茶，我个人认为老生茶，马来西亚有这么好的条件，你喝得到12年、15年的马来西亚仓，你就喝老生茶。那么你没有机会喝到这种12年以上的马来西亚普洱茶，没有办法，你才喝熟茶啊。那么你们都是比较好的，因为你们不用交这么多学费。当初我们喝茶的时候呢，就遇到那种会嫌你，他一定叫你喝熟茶 ，OK？ 因为熟茶呢，你喝下去你就没有那个普洱茶的感觉了，没有普洱茶的感觉。